在美国持续打击之下，2026年7月，伊朗国内到底是什么情况？还能撑多久？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盘点分析。2026年7月，中东地缘博弈迎来历史性的高压拐点，刚刚短暂打开的外交窗口期被骤然关闭，美军连续7晚发动精准打击，从军事设施延伸至海水淡化厂、发电厂、桥梁、隧道等民用命脉，美伊双方相继宣布撕毁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全面对抗的序幕骤然拉开。在长达数十年的极限施压叠加本轮7月全面封锁的双重冲击下，伊朗的经济、民生、政治、社会与军事体系正站在耐力博弈的最前线。本期内容将基于2026年7月最新统计数据、路透社一线采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度报告及联合国人道机构的实时观察，中立盘点美国持续打击之下，伊朗在2026年7月的真实国内状态到底过得怎么样？这个国家还能撑多久？首先我们看经济方面，2026年上半年，美伊在伊斯兰堡与卢塞恩达成的临时谅解备忘录，曾为伊朗打开为期60天的石油豁免通道。4周内，伊朗出口近7000万桶原油，获得约50至60亿美元外汇缓冲，海上囤积约1亿桶待售库存。但自6月下旬，美方以商船遇袭为由，重启军事打击。7月11日起，美国财政部彻底撤销石油销售许可，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双航母编队，实施全天候管控。全球航运企业普遍终止与伊朗的原油贸易，伊朗正规石油出口在7月中旬近乎归零。科普勒能源数据显示，7月全月伊朗原油日均出货量降至15万桶以下，仅为2018年巅峰时期的 5.7%， 单日石油直接损失高达 2.76 亿美元，2个月累计进出口中断损失突破120亿美元。外汇储备在7月加速缩水，从年初约300亿美元收缩至7月末不足220亿美元，且其中可自由动用的流动性资金占比不足30%。韩国、日本、卡塔尔等国冻结的约1000亿至1200亿美元海外资产，在7月谈判破裂后进一步失去解冻可能，财政缓冲被彻底抽空，货币市场陷入恶性死亡螺旋。2026年7月，伊朗里亚尔黑市汇率跌至150万，托曼兑1美元，半年累计贬值幅度突破 97%。官方公布的6月 CPI 同比涨幅 88.6%， 7月上旬食品类通胀飙升至 113%， 固体植物油年内上涨 207%， 大米涨幅 287%， 鸡蛋单月涨价 40%。 一盘鸡蛋的售价占普通工薪家庭1天半的收入，1公斤牛肉价格接近半月薪资。伊朗制造业在7月遭遇系统性停产危机，海外精密零部件、化工原料进口通道被切断，全国超半数石油配套企业、外贸加工厂、汽车装配线缩减产能或停工，200万至300万个岗位面临流失。青年失业率官方统计为 27.3%， 民间估算的实际待业率接近 40%。 政府为弥补约32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被迫加速增发货币，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张。为对冲危机，伊朗在7月进一步强化抵抗经济战略，推动粮食自给率稳定在 90% 以上，钢材、水泥、基础化工品本土替代率提升至 95%， 非石油出口、农产品、手工艺品、工程机械占比从 10% 提升至 32%， 但短期难以弥补石油收入崩塌带来的巨额缺口。第二，我们看民生现状。2026年7月正值伊朗南部酷暑季节，美军连续多轮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的海水淡化厂与供电设施。贾斯克市一座核心淡化厂瘫痪后，约1万名居民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周边村庄陷入缺水恐慌，3座桥梁、1条隧道与多处发电厂受损。德黑兰、阿瓦士、马什哈德等大城市在7月频繁出现限电、停水现象，医院重症监护室被迫启动备用电源，慢性病患者用药短缺问题急剧恶化。伊朗政府在7月紧急升级全国民生保障网络，通过电子食品券、社区配给站、合作社赊购制度，保障小麦、食用油、奶粉等刚需物资的最低供给。面包店每日限量供应平价主食，农村地区依托农业互助组织实现基本自给。但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在7月18日发布的简报显示，战略储备消耗速度较封锁前加快 40%， 仓库内大量物资因物流中断出现变质、过期、进口化肥、农药配额削减至往年的 15%， 秋收前景蒙上阴影。本土制药工业可覆盖 80% 的基础药品需求，但罕见病药物、
高端医疗器械、疫苗原料在7月进口量近乎归零。德黑兰多家儿童医院出现抗生素短缺，患者家属被迫通过灰色渠道高价代购。社会阶层分化在7月进一步拉大。革命卫队关联企业经营者、贸易中间商能够通过易货贸易获取稀缺进口商品，生活水平受冲击有限。中产家庭被迫变卖家电、黄金、房产维持开支，双职工家庭转向多成员兼职打零工。底层民众与农村家庭持续排队抢购主食，多地出现面包、鸡蛋的限购与零星哄抢。人才外流在7月进入高峰，当月约3万名工程师、医护人员、大学毕业生永久离境，主要流向土耳其、阿联酋、德国与加拿大。科技创新、医疗、教育领域的人力资本流失加速，伊朗社会心态呈现剧烈撕裂。路透社通过加密通讯在7月开展的民间采访显示，部分民众将经济苦难归咎于外部侵略，民族凝聚力阶段性回升。但卡车司机、纺织工人、教师群体在7月发起多场罢工游行，标语直指不要再为战争买单，我们的餐桌已经空了。抗议活动从 Tabriz、伊斯法罕蔓延至10余个省份，安全部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社会不满情绪持续累积。2026年1月以来的全国抗议浪潮在7月呈现碎片化特征，世俗派、少数民族、劳工群体诉求难以整合，政府依靠巴斯基民兵、宗教社区网络与食品补贴维持基本秩序，但社会忍耐的临界点正在不断逼近。第三，我们看政治格局。2026年7月17日，伊朗议会290名议员中180人发表联合强硬声明，要求全面审查此前所有对美谈判，终止妥协路线，为高层遇袭事件复仇，标志着保守强硬派在权力博弈中彻底占据上风。此前由总统佩泽什基安主导的有限市场化改革、向东开放的务实路线，在7月冲突升级后被迫搁置。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控的石化、航运、建筑板块，主导着国家反制裁策略，反对任何向美方让步的外交妥协。伊朗政治体系在7月保持着极强的结构性韧性，最高领袖体系、司法机构、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构成的维稳三角能够有效管控社会矛盾，但内部裂痕日益显性化。温和派议员、商界领袖多次公开警告，长期封锁将导致经济彻底崩溃。而强硬派军事顾问雷扎伊在7月17日明确表态，伊朗将转向全面进攻，所有美军中东基地都将成为打击目标，谈判窗口被实质性关闭。外交层面，伊朗在2026年7月加速深化向东看战略，与俄罗斯推进能源换军工的易货协议，与中国签署长期石油本币结算框架，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争取多边人道主义豁免。与沙特、阿联酋的缓和进程在7月中断。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黎巴嫩真主党同步升级对美以目标的打击行动，抵抗之湖在高压下进一步整合。7月下旬，伊朗多次尝试通过卡塔尔、阿曼重启间接沟通，但美方坚持零石油出口加核让步的单边条件，外交突围空间被极度压缩。第四，我们看军事方面，在美国数十年的武器禁运与7月精准打击之下，伊朗本土军工体系保持稳定生产节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蜂群无人机、小型潜艇的产能未出现系统性下滑。截至2026年7月，伊朗正规军约42万人，革命卫队19万人，预备役与巴斯基民兵可动员兵力突破100万人。伊朗拥有超过3000枚中近程弹道导弹与数千架察打一体无人机。7月多次对美军驻伊拉克、卡塔尔、阿联酋基地实施精准打击，迫使美军调整中东军力部署，降低近距离巡航频次。海上作战领域，伊朗依靠小型快艇、无人艇、岸基反舰导弹，在7月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机动威慑。虽未能彻底封锁航道，但显著抬高美军护航的军事与经济成本。军工出口在7月逆势增长，无人机、反坦克武器、防空系统面向友好国家的订单持续落地，为国家带来稀缺的外汇收入。与此同时，美军在7月持续空袭伊朗核设施、导弹工厂与指挥枢纽。伊朗铀浓缩活动在冲突升级后进一步提速，核僵局在7月再度走向激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通道被收紧。第五，我们看伊朗的应对策略。为应对7月的全面封锁，伊朗启动了一套成熟的生存策略。其一，为影子船队贸易，通过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更换船旗、第三国中转的方式维持零星石油外销。其二为本币结算与易货贸易，用石油、农产品换取药品、粮食与基础零部件。其三为数字金融试点，
推动本土支付系统绕开 SWIFT， 其4为扩大光伏、锂电池、工程机械的工业化替代，其5为人道主义外交，争取儿童食品、急救药物的有限豁免。但这些策略在2026年7月遭遇明确天花板。美国次级制裁精准打击第三方合作企业，美元全球结算体系短期内难以撼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精密医疗设备的进口替代周期长达10年以上。水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能源低效利用、国企臃肿等结构性顽疾不会因外部高压而自动消除。战略储备在7月加速消耗，长期配给制带来的生产效率下滑正不断侵蚀国家的长期韧性。最后，我们进行3种情景的推演。第一种情景，1到2年短期僵持。在美国维持极限制裁、无全面地面战争的前提下，伊朗依靠配给体系、灰色贸易、军工出口与东方国家的支持，能够稳定维持国家基本运转。IMF 预测2026年伊朗全年 GDP 萎缩约 6.1%， 2027年有望恢复 0.8% 的低速增长。社会抗议以零星局部形式存在，难以演变为全国性政权更迭，其生存底线清晰：粮食自给、基础能源、军事威慑、宗教民兵维稳体系，足以支撑至少3至4年的高强度封锁。第二种情景，3到8年中期对抗。若2028年美国大选后对伊政策转向务实，或伊朗内部务实派重新主导权力，双方可能重启核谈判，逐步放松制裁。在此情景下，伊朗石油出口有望恢复至150万桶每日，外汇储备修复，通胀回落，中产复苏，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凭借9100万人口、164万平方公里国土、完整的工业教育体系，制裁解除后可实现快速经济反弹。第三种情景，5到10年以上长期博弈。如果美国永久维持零石油出口，叠加持续空袭与地区全面冲突，伊朗将在35年内面临民生崩溃、青年大规模移民、财政体系瓦解的风险。即便如此，伊朗的山地地形、分散人口结构、全民动员体系使其难以被外部力量彻底压垮，更大概率的走向是内部治理模式的深度调整，而非政权的突然崩塌。未来数年，伊朗的命运将不再仅仅取决于美国的军事与外交政策，而更多取决于其内部改革的勇气、外交平衡的智慧与民生治理的能力。在2026年剩下的封锁与硝烟之中，波斯文明的韧性与困境为全世界所有面临外部遏制的国家提供了一份沉重而深刻的启示。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依靠武力威慑，而是依靠公平的社会治理、可持续的经济模式与包容的发展道路。